赵丽颖发布与凤行兔子灯海报，网友激动留言：修儿归来。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《与凤行》出现了让人心动的海报，海报中的赵丽颖提着兔子灯，与演员林更新一同出演。这一刻，所有追随剧情的观众仿佛回到了楚乔传。海报中赵丽颖提着兔子灯，她凝视着远方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这种寻觅的情形也恰好与剧中的主线剧情相契合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兔子灯则成为他梦中的象征，将观众们拉入到一个奇幻的童话世界中。他们约定在灯海之中，与烟花为伴，这样的场景让人着迷。剧里沈黎和神君看烟花，剧外长沙也放烟花，现实与艺术的呼应。与凤行的观众每一个都仿佛和碧苍王沈黎一起在经历。沈黎赵丽颖和行止林更新的人间之行有点甜。手拿兔子灯的沈黎明眸皓齿，和行止遥遥相望，两人之间的氛围感瞬间拉满，太好嗑了吧！兔子灯的出现，让我们直接梦回修儿粉艺王爷好美好温柔。今晚继续看与凤行。期待今晚名场面，期待着那些燃烧的激情与跌宕起伏的剧情，期待着兔子灯下的梦幻与凤行。赵丽颖林更新真的太甜了吧！为他们的 CP 点赞。在与凤行中，赵丽颖和林更新的组合确实让人心驰神往，特别是在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密无间。想象一下，当沈黎赵丽颖是手持兔子灯，而星至林更新是则用清澈的眼神和洁白的笑容注视着他，那种场景是如此甜蜜动人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爱情世界中。两人之间的默契和互动，不仅仅是在剧情中，更是体现在他们的眼神、微笑和动作中。他们的搭配如此完美，让人不禁感叹他们之间的默契和配合。无论是在屏幕前还是幕后，赵丽颖和林更新的默契和亲密无间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眼球。他们的合作无疑为与凤行增添了许多色彩，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这部剧的精彩表现。让我们一起为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出色表现鼓掌喝彩，并期待他们未来更多精彩的合作和表现。追风者男主颠覆你对男人的认知。现在大多数的国产剧给人的第一印象假，比如都是剧中的月薪3000的打工人，住着市区大平层，出门开跑车，家里摆满奢侈品、名牌包，结果连饭都吃不起。再比如主角们都有一项特殊技能，梦游化妆，不然怎么每个人刚睡醒就顶着一脸精致的妆容。即便是年代剧里，演员们也画着现代感十足的妆容，即使穿得再朴素，也没有年代味儿。而央视的新剧《追风者》一改多数国产剧悬浮的画风，朴素的让人意外。从服装、道具到演员装扮，都有着浓浓的年代感。剧集开场交代了男主魏若来王一博士住的地方七宝街，鱼龙混杂，破败不堪，街上人来人往，馄饨摊、修鞋铺都挤在一个巷子里，时不时还有粪车经过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这里生活的不易。更重要的是，剧中人的装扮也符合那个年代，就像男主魏若来的扮演者王一博。在观众印象中，王一博男团出道，转型成演员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流量小生，所以当他的名字出现在男主一栏的时，劝退了不少观众。不说别的，他能不能放下偶像包袱演戏都是一个难题，更别说演好了。但王一博诠释的魏若来远超观众预期，能看得出他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，睡眼惺忪，顶着鸡窝头就出来了，刚起床的状态太真实了。细看整张脸都是肿的，眼睛都快被挤没了，好像还没睡醒就被导演薅起来拍戏了。把棉袄往中间一拉，揣着手和别人说话的样子和村头情报站的大妈一模一样，太有生活气息了。为了保证剧集整体的质感，王一博主动和导演商议全素颜出镜，甚至连滤镜、磨皮都没有，人中的胡茬、斑点、
脸颊的闭口、痘印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同时也不难看出，虽然王一博才26岁，但脸上肌肉也有了下垂趋势，下颌线消失不见，法令纹也很抢镜，这才是普通人该有的样子啊！王一博素颜出镜，为角色增添了烟火气，让这个热血懵懂的穷学生走到观众心里去。导演选他是选对人了。关键的是，王一博不仅态度好，演技也很好。看他在剧中被打的2段戏，第一场是魏若来守护央行财产被打，他先赶忙跑到仓库阻止对方把东西搬走，过程中跑得太急，发型都乱了，强装镇定威慑对方，但眼睛泛着泪光，怂怂的小表情太搞笑了。被无视后，魏若来紧紧抱住对方大腿，就被打成了这样，满脸都是伤口，脏兮兮的，额头肿个大包，一边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强撑着听师傅讲话的状态，可怜巴巴的。即使王一博没有一句台词，但仅看表情就能感受出角色的猛。第二场是被刑讯逼供，如果说上次被打还有点好笑，这次被打只能用惨来形容。当魏若来被诬陷入狱后，上一秒穿着量身定制的新西装，下一秒衣服被打得破破烂烂。即便导演省略了中间施行的过程，看他脸上的伤口和肿到睁不开的眼睛，就知道他刚刚经历了非人的折磨。但魏若来没有示弱，用能睁开的一只眼狠瞪着对方，吐出一口血，像是挑衅对方，有本事把我打死。紧接着又是一顿抽鞭子的暴打，这时他已没有力气站直，借着手腕上绳子的力气强撑住着身体不倒下。可当鞭子抽在身上时，下意识的生理反应又让他绷紧身体，表情愈发狰狞。疼，真的好疼！被暴打之后的魏若来虚弱到了极点，头和身体耷拉下去，手臂被绳子拉成 U 型，身上的衣服烂得不像样子。他真的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而施行的人依旧不放过他，把他的头抬起来继续逼问。这时魏若来的2只眼睛全都肿了起来，只剩下一条缝隙，连呼吸也变得困难，咽口水都已经是钻心的疼。但仰头靠在栏杆上是他现在最舒服、最省力的姿势。被电击后惊吓呆滞，痛得黑眼珠子都翻没了，全身乏力持续抽搐，面部肌肉也跟着颤抖。演得太好了，他身上的衣服和每一块特效妆，仿佛是王一博真实经历过的痛苦，演到如此程度，实在让人刮目相看。不得不说，像王一博有这样觉悟的年轻男演员不多。同样是谍战剧，画眉中的男主刘学义就画了厚重的妆容，眉毛精心修剪过，没有一丝杂毛，眼妆也相当精致，眼线、卧蚕和大的色眼影一样不缺。知道的他演谍战剧的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上 T 台走秀来了。去医院看望病人时，他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抹上了亮色口红，这还不够，后期非要加一层滤镜，观感一言难尽。以及前阵子宣布退圈的徐正熙，早前为新剧宣传时，她的妆比女主乔欣还要浓，黑乎乎的眉毛像毛毛虫一样，加深眼窝涂的大的色眼影，更显老态，再加上梳起的油背头，显得整个人都油头粉面的，颜值反而暴跌了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有些男星的偶像包袱越来越重了，业务能力没有提升多少，妆容却越来越夸张。不是说男星图文万粉激励计划不能化妆，工作性质确实需要他们呈现出更好的状态，靠妆容修饰外貌是没有问题的，但也要拿捏好程度，过于浓妆艳抹反而会让大家感觉到不合适。不是妆越浓越好看，越白越惊艳，有自身特色才是最重要的。回过头来看《追风者》中的王一博打了多少浓妆男明星的脸，脸上的细纹、痘印才是真实男人的状态。在《追风者》中，王一博出色地诠释了魏若来这一角色，他的精湛演技令人印象深刻。尽管不依赖浓重的化妆，他通过自然的表演和生动的情感，展现了角色的复杂内心世界，让观众对魏若来产生了深厚的共鸣。
王一博的出色表现不仅体现在外貌上，更体现在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演技上。他用真诚和专注的态度呈现了魏若来的每一个细节，将角色的个性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令人为之动容。此外，王一博在角色塑造方面的用心和努力也值得称赞。他不仅注重内心戏的表现，还在外表形象上做了很多努力，将自己完美地融入到角色之中，为角色赋予了更加鲜活的生命力。综上所述，王一博在《追风者》中的出色表现让人印象深刻，他的精湛演技和真诚态度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你对男明星化妆这件事怎么看呢？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希望你们都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再见。